业主群里突然冒出一份结婚通知，内容如下：我家儿子下周要结婚了，各位邻居麻烦随礼8888，车辆价值在50万以上的邻居记得提前把油加满啊。下周日凌晨2点集合，一起去接亲哟。我会把所有业主都加为好友的，大家赶紧通过，然后把礼金发给我啊。对了，长得漂亮的单身女性记得私发照片给我哦，我会从中挑选2个当伴娘呢。发言人还特意艾特了全体成员，搞笑的是他压根就不是管理员，连这全体成员都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打上去的呢。最后一条消息居然还艾特了我以及另外几个邻居，没过多久他就加我好友了，我直接就拒绝了，然后回了一句：你这不要脸的行为可并不代表你就无敌了。砰砰砰，紧接着一阵砸门声在门外响起，透过门口的监控，我瞧见一个中年男子正气势汹汹地砸着那扇防盗门，理直气壮地喊道：快开门，为何不加我好友？赶紧给钱，整栋楼的礼金就差你了。嘿，这防盗门都没他那脸皮厚呢。我们所在的小区可是高档小区，或许其他人不会为这点钱计较，可我可不会纵容他。我开启了门锁的语音功能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8888，那可太少了，我给你88888咋样？再送你一辆车。那男子一听顿时大喜，好啊，那就给你最近开的那辆黑色奔驰，那辆白色大众我可不稀罕。我掏出手机主动加了那男子为好友，转过去了，记得查收。这还差不多，算我原谅你了。你个王八蛋，你发的是表情包。门外的男子发现了不对劲，咆哮起来。哎，难道不知道零钱转账一次最多只能转2万吗？不会真有人点了表情包吧？我继续阴阳怪气地说着，出来，既然你答应了，今天你就得把88888给我，还有车。那男子愈发激动起来，我被那男子的无耻行径气笑了，直接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行，这次我真给你转。我意味深长地对那男子说道：4个2万，一个8888，这下总对了吧？靠，他妈怎么还是表情包？我在门后笑得前仰后合。早就听闻，其实很多人智力不太正常，只是因为能生活自理，就被当作正常人了。今日一看，果真如此。砰砰砰，那男子用力拍着门，不停地叫嚣着让我把礼金转给他。我压根不认识他，他儿子结婚跟我有啥关系啊？不去理会门外的叫嚣，我安心等着执法人员的到来。执法人员同志，里面有人欠钱不还。那男子看到了救星，不是一个女生报的警吗？执法人员愣住了，我赶紧打开门，可不能让那男子胡说八道。是我报的警，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告诉了执法人员。2名执法人员听后也深感无奈。那男子在一旁搓着双手，义正辞严地说道：执法人员同志，我们都是邻居，我让大家沾沾喜气怎么了？而且我之前已经提前跟他打过招呼了，他就应该把礼金给我。他也答应给我88888，还要送我一辆车，这难道不算他欠我的吗？执法人员的嘴角不停地抽动着，严肃地说道：现在都11点了，你的行为已经构成扰民了。至于礼金，人家根本不认识你，没有义务给你儿子的婚事随礼。执法人员批评完那男子后，转头看向我：女士，如果他以后再有类似的行为，记得及时报警。我点头表示接受。你以后不准再因为这件事骚扰别人，听到没有？最后，执法人员冲着那男子交代了一句，便转身离开了。那男子临走前撂下一句狠话：你给我等着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刚要入睡，楼上就传来了捶天花板、上蹿下跳以及其他噼里啪啦的声音。原来那男子就住在我楼上。知道错了吗？乖乖把礼金和车送来，不然每天晚上你都别想睡好觉。微信传来那男子的叫嚣声，我猛地站起身，拿出一个纸盒子和一些隔音棉，把刚买的小音箱里3层外3层的包裹起来，只留出一个小口。我把刚刚制作好的装备顶在天花板上，这样做的唯一好处就是在不影响其他邻居的情况下，让楼上这家独享极致的音乐。我打开了音乐播放器，开始循环播放重金属音乐。你他妈是不是有病？很快，微信传来了那男子长达60秒的语音，这是微信的极限时长，可不是他的本意。我默默地把小音箱的音量又调高一档，然后戴上耳塞，不去理会那些污言秽语，美滋滋地开始睡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在电梯口遇到了对门的邻居，那是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生。你没事吧？楼上那一家可不好对付呢。那邻居向我投来了同情的目光。难道你也？不只是我，整个小区的邻居都对他们很害怕。那女生也心有戚戚焉。那礼金你们都给了啊？我赶忙询问。我们这是高档小区，有些人不在乎这点钱，但更多的人是敢怒不敢言。那家人的手段太恶劣了，报警都拿他们没办法。女生告诉我，她叫苏成，已经在这儿住了1年了。她跟我讲，昨天砸门的那个男人叫陈米苑，他老婆叫赵莎。这家人可坏了，你都不知道，他们刚搬进来的时候，苏成越说越生气，掏出手机翻起了聊天记录。您好，我是801的邻居，昨天刚搬进来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这是陈米渊发的消息，欢迎，以后我们互相照顾。苏成礼貌地回复道：明天我们家要举行乔迁宴，诚挚邀请您参加，
礼金是1888。陈米渊顺势而上，可苏成当然不会答应。陈米渊一家人整整骚扰了苏成1周，往苏成家门口倒垃圾，在小区门口堵截，还跟踪苏成上班。姐，我一个女生太害怕了，最后还是给了。苏成苦笑着说道。据苏成说，还有很多家都被他们无耻的手段逼得给了钱。乔迁宴当天，这家人甚至在小区空地上给大家端上了一桌华莱士。可气的是，一桌14个人却只准备了6个人的分量，还美其名曰少食有益健康，太过分了。别担心，妹妹，姐给你报仇。我义愤填膺地保证道。叮，电梯门打开了。姐，苏成大叫一声，躲到了我的身后。电梯口站着陈米渊，还有一个中年女人，应该就是他老婆赵莎。你这个说话不算数的小人，终于被我抓住了。今日你务必把钱和车给我，否则休想离开。陈米渊怒吼着，赵莎则在一旁双手抱胸，怒目圆睁地瞪着我。都跟你讲了，下周我儿子要结婚，你为何不给？可有半点礼数，白白长了这张脸，年纪轻轻就住这儿，都不知背地里勾搭了多少男人呢。赵莎也开始对我一阵数落，果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他俩简直是天作之合。哼，我就说那化粪池怎么都空了，原来都在你嘴里呢，怪不得这么丑。我佯装嫌弃的拿手掩住鼻子，你竟敢骂我老婆！陈米渊急得跳脚，老娘不仅骂他，还要骂你，你算哪门子奇葩？跟我说了我就得给，有病就赶紧去治，别来找我，我又不是医生。我说完这些，只觉神清气爽。你，陈米渊用手指着我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他气急败坏，双手朝我伸来，妄图抓住我的头发。我敏捷地低下头，用力地用鞋子踩下他的脚。今日穿的是高跟鞋，想必他定是不好受。电梯里传来了陈米渊杀猪般的嚎叫：杀人啦！我要报警！赵莎被吓得够呛，连忙掏出手机报了警。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后，调取了电梯的监控录像，清晰地看到陈米渊将我堵在电梯里，以及后续他企图攻击我的行为。陈米渊两口子反倒被罚款500元，并被要求向我道歉。对不起，陈米渊捂着脚，咬着牙说道。我没有搭理他，头一偏，拉着苏成从两人中间趾高气扬地走过。看着他们那不甘的眼神，我心知此事还远远未结束。很快，我的预感变成了现实。吃过晚饭，陈米渊他们又来了。701室，我们不要礼金和车了。陈米渊故作大度地说道。这又在搞什么名堂呢？你瞧，我们不要你的礼金和车，帮你省了好大一笔钱呢。所以呢？我对着门外问道。所以你得过来给我家当伴娘，顺便我家下周有亲戚要来，你家这么大，一个人住也是浪费，不如借给我家亲戚住，他们不喜欢陌生人，你到时候出去随便开个酒店就行。赵莎在一旁帮腔道。我凭什么要去当伴娘？还有我的家凭什么要借给你们家亲戚住？大家都是邻居，帮个忙怎么了？而且在外面住酒店多贵啊！陈米渊理直气壮地说道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明明我们都这么大度了，让你当伴娘是看你长得还过得去，一般人想当我家伴娘都没机会呢。算了，我们再吃点亏，给你包个6.6的红包，图个吉利。6.6，哼，我真的是无语了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别一天到晚只想着钱，结婚是图个吉利，又不是为了挣钱。陈米渊痛心疾首地说道。滚，不然我报警了。我直接下了逐客令，永远不要和那些蠢货争辩，因为他们会把我的智商拉到和他们一个水平，然后再用他们那丰富的经验来打败我。你这个小人就知道报警，我不管，反正我家亲戚过2天就到了，你必须把房子让出来给他们住，不然有你好看的。陈米渊被我的话吓住了，威胁了我一句，便拉着赵莎灰溜溜地走了。喂，二姨，是我，周燕不是放暑假了吗？让她来我这儿玩吧。我掏出手机联系起了二姨，威胁我，还想占我家便宜，那就别怪我使出杀手锏了。周燕是我的表弟，今年18岁，与他这个年纪的男生不同，他被确诊为狂躁症，也就是精神病。我倒要看看陈米渊一家人到底还能搞出什么幺蛾子。周燕到的当天就出事了，从高铁站回到家，智能门锁竟然拒绝我输入指纹，上面显示请24小时后再尝试。调取监控一看，一个鬼鬼祟祟戴着口罩的男人在我门前多次输入错误密码，看那身形，毫无疑问就是陈米渊。我拉起周燕就冲到了801室。我家的门锁是你弄的，别乱冤枉好人啊！怎么了？回不了家了？依我看，你出去开个酒店得了，说不定以后每天都回不来呢。陈米渊拉开门，阴阳怪气地说道。眼见他死不承认，我强忍着怒火说道：这次我可以原谅你们，但绝对不能有下次了。陈米渊以为我认输了，故意说道：哎呀，我家婚礼还缺个伴娘呢，还有过2天我家亲戚就要来了，要是有好心人能把房子借给他们。我斩钉截铁地说道：我劝你们趁早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既不会给你们家当伴娘，也不会把房子借给你们。哼！陈米渊脸色骤变，那就是没得商量了，你可别后悔，记得住酒店的时候最好包月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要关上房门，周燕一只手按在了门板上。滚，哪来的小毛孩！陈米渊见关不上门，怒吼道。确实没得商量了，我已经给过他们机会，可他们却以为我懦弱。周燕的狂躁症外在表现就是容易被激怒，尤其是与我有关的话更容易让他爆发。
砰！周燕将陈米渊撞飞，用手将他按在地上。刚才你他妈叫谁滚？周燕是个非常好的弟弟，也是个很棒的家人。他向来不会对朋友和家人发脾气，他只会对那些喜欢欺负别人的人狠狠地反击。他也不明白，那些坏人为何都说他是精神病。这些人的本意是侮辱周燕，没想到周燕顺势去做了精神鉴定。这下可好，那些坏人彻底慌了神。啊！你快松手，我要报警了！陈米渊的惨叫将我从回忆中拉回现实。赵莎还有他的儿子听到动静从卧室跑了出来，他们抄起家伙试图去打周燕。看到这一幕，我赶忙捂住了眼睛。敌人不但不投降，还试图进行反击。完了，周燕的怒气更盛了。伴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，陈米渊一家人整整齐齐地躺在地上。周燕手持扫把，宛如战神降临。目睹这一幕，虽说有违道德，可着实令人畅快。你给我等着，我即刻就报警，让你蹲大牢。陈米渊有气无力地说道。此时该我登场了。嗨嗨，你瞧瞧这是啥？我掏出了随身携带的保命符，精神鉴定证明。瞧，打你的这人呐，是个精神病。严格来讲，别说揍你一顿，就算杀了也无需坐牢。周燕配合着我，露出了一副凶狠的表情。今儿随便你报警，反正他最多在里头待1晚上就会被放出来，往后你们就……好好好，今儿算我倒霉，你们赶紧给我滚！陈米渊听闻我所言，打消了报警的念头。周燕皱起了眉头。走走，请你们速速离开我的家。陈米渊察觉到情况不妙，说话的语气都客气了许多。等一下，住酒店的钱给他们出。周燕开口，这让我都愣了一下。对，这钱你们得给我。行行行，赶紧走，明天给你们。陈米渊就像在驱赶瘟神一样。既然有人请客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搀扶着周燕住进了最为奢华的酒店，次日将账单发给了陈米渊。什么？你住的啥酒店这么贵？这钱太多了，我可不想当冤大头。这才多少？你向我要天价彩礼的时候，怎么没觉得多？要是你不愿意给，那我今晚只能再来拜访了。我淡然地说道。我给。听到周燕可能会再次上门，陈米渊最终还是把钱给了我。拿到钱的那一刻，我直接在业主群里发了几个大大的红包，将所有的钱都发了出去。在我讲明这笔钱的来历后，群里齐刷刷地刷起了大拇指，而陈米渊一家人却在群里隐身了，连红包都没领。这与他们爱占便宜的本性不符，我总觉得他们在酝酿着什么大动作。果然，仅仅过了2天，反击就来了。只是我未曾料到会来得如此迅猛。刚到学校，我就被学校领导叫去谈话了。领导递给我一封匿名举报信，信中说我私生活混乱，在与大学生谈恋爱的同时，还与其他异性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在信封里还附带着我和周燕勾肩搭背的照片，甚至还 P 了我与其他男人的私密照。看到这些，我肺都要气炸了，正要与领导争辩，领导摆了摆手：“小冉，我是相信你的为人的，但别人说的有板有眼的，众口铄金。这样吧，你先休息一段时间吧。”就这样，我被停职了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回到小区，刚下车，脚底就传来一阵剧痛。定睛一看，我的左脚踩到了几颗图钉，图钉已经扎进肉里了。我靠在车旁大口喘气，看到我的车位上到处都是图钉，4个轮胎都已经报废了。冉老师，这是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要不要帮你联系你家那个小疯子啊？陈米渊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。滚！我不想与他虚与委蛇。大家瞧瞧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一点礼貌都没有，好心好意帮他，反而被骂。陈米渊招呼着周围的人过来看热闹。这小姑娘也太没礼貌了，就是怎么好意思让别人滚的？要是我早就骂回去了。世风日下，世风日下。听到周围人对我的指指点点，陈米渊更加得意了。算了，今儿就当我牢里吃个亏。某些人啊，本性就是这样，以为在群里发几个红包，大家就瞧不出他的真面目了。不理会陈米渊的狂吠，我一瘸一拐地离开了。刚出电梯，我就发现家门口有一滩不明液体和粪便。根据我的经验，这是狗尿和狗屎。我刚搬过来，与邻居都没怎么深入交流，唯一得罪的就只有801的陈米渊一家人了。此刻我异常冷静，既然他们想玩，我必定奉陪到底。毕竟在当老师之前，我也不是什么善茬。我和周燕关系亲近的很大缘由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，我们都对生活中的某些人深恶痛绝，只是周燕喜欢用拳头，而我更擅长用脑子。上中学的时候，班上有个男生对我死缠烂打，我对他毫无感觉，直接拒绝了他。没想到我的拒绝却激怒了对方，对方公然在同学群、表白墙上多次编造我的黄谣。我联合朋友找到了证据，这个男生最后被开除了。陈米渊类似的行为成功点燃了我的怒火，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拍照留存好证据后，我回到家进行了简单的包扎。姐，我去找他们。看到我脚底的伤，周燕坐不住了，我连忙拦住了她。忘了我怎么教你的，现在上门反而会被反咬一口，说我们随便找个人出气。在我的劝说下，周燕放下了手中的菜刀。包扎好伤口，我带着周燕开始查看门口的监控。是一条大黑狗在门口排泄，中途并未出现其他人，但在视频之外，
隐隐约约传来了一个声音：“豆豆，上就是这家门口，去拉吧。”声音很陌生，不像是陈敏渊和赵莎的声音。我将视频导入手机，让周燕搀扶着我去物业查看车库的监控。车库的监控显示，一个矮秃胖的男子频繁出现在我的车位前。通过放大摄像头可以看到，他每次经过都从裤兜里抖出一把图钉。2道视频都没有出现陈敏渊一家人的身影，难道是我猜错了？突然，我灵光一闪，陈敏渊说过2天他家会来亲戚。果然，在物业那儿一打听，答案便浮出水面。昨日，陈敏渊在物业处登记了8位外来临时人员短住事宜，其中还有人携带着一条硕大的黑狗。据当日值班的保安所言，这些人一来便将小区搞得乌烟瘴气，随地小便，随地吐痰，烟头更是随处乱扔，甚至差点引发火灾。与此同时，他们还时常对年轻貌美的业主进行骚扰。那奇葩的亲戚果然不是什么善类，监控可以证明是他家亲戚干的，该如何解决？我将压力转嫁给了物业，我们这边会尽快帮您联系对方进行协商。管家做出了承诺。电话很快被接通。你别乱说啊，我3哥只是从那儿路过，不知怎变图钉就掉了。而且我家从不养狗，我家亲戚也不养，说不定是哪来的野狗看不顺眼他，别往我们头上乱扣帽子。陈敏渊将管家对得哑口无言。管家唯唯诺诺地看向我，我随意地摆了摆手。陈敏渊的嘴硬正合我意，因为我正打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我让周燕去把车库里的图钉一颗一颗收集起来，留着后面用，我自己则守在家中。没过多久，我又听到了那道声音：“豆豆，上！”果然，狗主人没敢在监控中露面，只有那条大黑狗屁颠屁颠地跑到我家门口排泄。此时，我提前联系好的执法人员突然出现，仅仅几10秒的时间，大黑狗就被抓捕归案。你们是谁？为什么抓我的狗？狗主人急了，直接冲到我家门口，大声叫嚷：“你的狗，也就是说，在我家门口乱拉，是你指使的？那你就得和狗一起被抓起来。”执法人员也用不善的眼神看着他。不是我的狗。狗主人思索再三，还是否认了。执法人员，像这种野狗，你们抓到后一般怎么处理？我询问道。如果野狗伤了人，就立即实施安乐死；如果没伤到人，通常会送到救助站。我有个朋友很喜欢狗，能领养它吗？我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也不是不可以。执法人员思考了一会儿，给了我答复。那现在他是我朋友的了。我冲着狗主人说道。不，你还我豆豆，英俊，你们快来啊！狗主人一边想抢回大黑狗，一边朝楼上大喊。安全通道里响起了密集的脚步声，一阵惨叫传来。我们来到安全通道，陈敏渊一行人有的捂着脚，有的捂着手，还有的捂着屁股，他们的这些部位上都插满了图钉。这些图钉都是周燕收集的，如今终于物归原主。在我与狗主人对话时，藏在6楼的周燕通过安全通道来到了7楼和8楼的连接处。在这里，他模仿着陈敏渊3哥的样子，撒满了图钉。陈敏渊一家人听到狗主人的呼喊，肯定会第一时间从安全通道下来。等电梯可太慢了。正如我所料，曾经扎在我脚底的图钉，如今都扎到了他们身上。执法人员很快调取了监控。你别乱说啊，我弟弟只是从那儿路过，不知怎地图钉就掉了。我用陈敏渊的话回击他，把他气得够呛。执法人员对周燕进行了批评教育，主要是让他这个精神病人别没事携带这么多危险物品。周燕连连点头，乖巧的就像一个小学生。在执法人员的处理下，陈敏渊带着他的亲戚灰溜溜的离开了。不过我的反击还未结束，我整晚都没睡觉，熬着那只狗。终于我取代了他前主人的地位，站在8楼的安全通道，我发出了指令：豆豆，上！过了一会儿，801门前传来此起彼伏的谩骂声。我靠，好臭啊！我踩到狗屎了。我的手机也收到了陈敏渊的微信，是不是你指使豆豆的？我继续用陈敏渊的话回怼他，我家从不养狗，豆豆已经被送到我朋友那儿去了，说不定是哪来的野狗看不顺眼你家，别往我头上乱扣帽子。说完，整个人神清气爽，我直接打开了免打扰，转身回屋补觉。第2天早上，我被周燕摇醒。姐，你看。周燕把手机递给我，同城的第一个热搜竟然是我。继学校之后，陈敏渊以邻居的身份在互联网上爆料我和多名男人保持不正当关系，同时他家亲戚假扮成金主大肆炒作，说我是个捞女，哄人家钱，说我能住得起高档小区，开得起豪车，全是靠周旋在几个男人之间。我冷冷一笑，都2024年了，手段还是这么低级。他们以为毁掉一个女生最好的方式就是编造她的黄谣，让她抬不起头。对于一个成熟的女生来说，他们就像跳梁小丑。我拿出手机默默截图，一看转发和评论，竟然有3万条，真够厉害的。保存好证据，我开始联系我的朋友，帮我查下这家人的底细。没问题，6个小时给你答复。朋友爽快地答应了。交代完一切，我拉着周燕出门取快递。刚到菜鸟驿站，我的快递就被其他人拿走了。一查监控，拿快递的竟然是陈敏渊家的亲戚。
虽然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但他们的行为真的让我恶心至极。回家的路上，邻居们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，一看到我便马上压低了音量，隐约可以听到，就是他啊，看着多正经的，没想到背地里去，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之前他对801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他是好人，没想到是一路货色。周燕听闻此事后，紧紧攥起拳头，正欲上前理论，哎呀，快别去了，他家那男人要发疯了。依我看，咱这高档小区就不该让精神病住进来，走，咱去跟物业反映去。别靠近我啊，再靠近我就报警了。我连忙拉住周燕，这时候可不能留下把柄。在电梯口，我碰见了苏成。姐，我相信你，这家人太可恶了，难道我们真就拿他们没办法吗？办法是有，可我一个人有点力不从心啊。姐，我能帮忙，咱小区还有好些人早就看不惯他们了。苏成把我拉进一个小群，里面全是被陈米渊一家人欺负过的人。我们在群里达成一致，这次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小区，还小区一片清明。苏成告诉我，陈米渊的儿子陈飞，也就是下周即将举办婚礼的那位，曾多次用令人作呕的眼神打量苏成，还往苏成的社交账号发送低俗信息。1201跟我说，赵莎特别爱占小便宜，曾强行从他手上抢走刚买的大闸蟹。502跟我说，陈米渊没有车位，经常霸占他家车位，打挪车电话都不管用。看着陈米渊一家人的种种荒唐行径，我决定多管齐下。我在网上买了一盒广东蟑螂，那种比瓶盖还大且会飞的，我一口气买了足足200只。我特意站在电梯口大声打着电话，喂，您好，这快递对我特别重要，麻烦您务必准时送达哦。楼上传来了细微的脚步声，我知道事情成了。果然快递刚到就被陈米渊拿走了。我和周燕跟在他身后，过了5分钟，他家传出了震天响的尖叫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我和周燕相视一笑，赶忙下楼回家。陈米渊一家人和亲戚像逃难似的往外跑，直接堵在我家门口要个说法。我可没惯着他们，直接报了警。执法人员来了后，我出示了菜鸟驿站的监控和发票，要求陈米渊一家人赔偿。你有病吧？买蟑螂干什么？陈米渊骂骂咧咧。我乐意，法律规定不能买蟑螂吗？我直接怼了回去，记得赔偿我买蟑螂的3万。你脑子进水了？买个蟑螂要3万，门都没有。提醒你一下，你要是不愿意赔偿，那我们只能把你抓起来了，这金额判个2到3年没问题。执法人员小哥帮了大忙，最终陈米渊服软了，极不情愿地把钱赚了过来。他的表情就像亲妈去世了一样难看。因为舍不得花钱住酒店，他们一家10几口还是选择回到了自己家。一想到他们要和200只会飞的蟑螂在家斗智斗勇，我心里那叫一个畅快，乳腺都仿佛疏通了。等执法人员走后，我家的施工队也到了，我直接让他们用铁栅栏把陈米渊的车围了起来。很快我又收到了陈米渊的微信，你个混蛋，你把我焊死在车位上了，我现在要出门。我没理他，悠闲的给自己做完保养，才慢条斯理的回复，刚才有点事没看到，我刚租下这个车位，在自己车位上做任何事都是合法的。对了，提醒你一声，栅栏2万。靠，我又是60秒的极限语音。自家施工队嘛，报价这方面那还不是随心所欲。看这架势，他应该是已经撞开铁栅栏了。哦哟，执法人员又来了，陈米渊又赔了我2万。我当着陈米渊的面把钱转给了502，陈米渊的牙齿都快咬碎了。这才刚开始呢，后面有的他受的。就这样，陈米渊安静了1天，没再搞出什么幺蛾子。第2天一早，我和苏成在小区蹲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了赵莎。我故意当着他的面把一袋蘑菇递给苏成，成，这袋蘑菇送给你，这可是我特意让人从云南带回来的珍稀品种，贵得很呢。赵莎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我和苏成分开后，偷偷跟在赵莎身后。果然，赵莎找上了苏成，小成，不是我说你，做人不能太自私，好东西就得拿来分享嘛。而且蘑菇吃了也不顶饱。这样，阿姨拿这袋鸭肉跟你换。还没等苏成说话，赵莎就径直抢走了那袋蘑菇，把一袋鸭肉硬塞给苏成。赵莎跑得飞快，生怕苏成追上来，连苏成的呼喊都没听到。这不是用来吃的。我按下手机录像的结束键，和苏成一起回了家，准备等着看精彩好戏。蘑菇是上午被抢的，饭是中午吃的，救护车是下午到的。这是我特意挑选的品种，不会要命，但会拉肚子。据说他们一家10几口，很多人还没来得及进厕所救，急救人员进屋的时候都吐了，连救护车最后都没能逃过被粪便污染的命运。我要报警，都是楼下那个人。陈米渊都虚弱成这样了，还坚定的要报警抓我。可有这视频在，赵莎反而背上了抢夺财物的罪名，陈米渊只能又赔了我1万元。才1万至于吗？你礼金不都收了8888，1万小菜一碟。我故意阴阳怪气，在给钱的那一刻，他的手颤抖着，感觉下一秒就要倒下了。出院后，陈米渊一家人看见我都绕着走，安分了好几天。直到他儿子婚礼的前2天，他们一行人敲响了我家的大门。妹妹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我们是专门来道歉的。所以呢，你看，我们比你大这么多，也算你长辈，长辈都跟你道歉了，这事也就算完了。礼尚往来，你来我家当伴娘吧。听说你现在还没男朋友。
你看我家这个侄儿就挺不错。陈米渊苦口婆心，我一看他那个侄儿看起来都35岁了，跟个煤气罐似的，眼睛比米粒还小，差点把我恶心坏了。瞧你过往那私生活，简直乱得一塌糊涂，还跟个小疯子勾勾搭搭的。他呢，倒也不嫌弃，就盼着你能安安分分，每天给他洗衣做饭就行了。我得跟你说啊，就你这名声，有人愿意要你，那你就得偷着乐喽。我敏锐地察觉到机会降临，于是对原本的计划进行了一番改动。你们说的也有些道理，我的语气渐渐变得柔和起来。如今都已是新时代了，咱男方这边肯定是不会给彩礼的，不过按照传统，你们女方这边得给陪嫁呢。赵莎在一旁接着说道：“那这陪嫁给多少合适啊？”我极力压制着内心的不适，眼见我的语气有了松动，他们顿时喜出望外。我们也是通情达理的人，这陪嫁意思意思就好了。你现在住的这套房子，那肯定得陪嫁过来，而且得在结婚后第一时间过户给男方，毕竟男人要是没自己的房子，出门可太丢人了。嫁妆呢，再给101万吧，寓意着100万里挑一。车子也得给男方买辆新的，你那车子都有点旧了。对了，听说你是独生女，等你嫁给我侄儿之后，你们家也算是有男丁了，你爸妈的财产也有了继承人了。原来他们是盯上了我家的财产，把我当成了能满足他们愿望的阿拉丁神灯啊。好，我点了点头，这就对了，后天我们来接你。陈米渊一家连忙应承道。等他们离开后，周燕看着我说道：“姐，我真恨不得出去揍他们一顿，我觉得他们比我更该进医院呢。”我胸有成竹地说道：“别急，别急，小燕，你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没？想要让他们灭亡，就得先让他们疯狂起来。”婚礼当日，我和小区里的一众邻居都来参加了婚礼。在当伴娘的过程中，那个叫煤气罐的家伙好几次都想对我动手动脚，都被我以结婚之后想干啥都成的理由给敷衍过去了。仪式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主持人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响起：“接下来，请看新郎新娘的甜蜜时刻。”这是啥啊？没想到他们一家竟然是这种人，新娘好可怜啊！此刻现场一片嘘声，大屏幕上播放的并非事先安排好的 vlog， 而是我精心制作的视频，里面详细记录了陈米渊一家人的种种恶行，还有陈废骚扰苏成的聊天记录。在苏成有一搭没一搭的敷衍下，陈废竟然发出了一大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言论。丫头，哥想你了。丫头，哥心里就只有你，跟那个女人不过是逢场作戏，要不是他家有点钱。丫头，等哥把财产都转移完，就来娶你。哼！新娘气的脸色煞白，给了陈废一个耳光。女方的亲戚，尤其是那几个膀大腰圆的哥哥，追着陈废一顿暴打，现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。陈米渊一家似乎反应过来了，慌里慌张地朝着我们涌了过来。都是你这个小人，自己不知检点，还来害我们一家人！大家快来看啊，这个放荡的女人，得不到我们家人的认可，就想通过 P2P 视频来搞事情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们还想污蔑我。你个小人，要不是靠着男人，你能住进我们小区，我侄儿不嫌弃你，你还敢兴风作浪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赵莎自己都被自己骗了，冲上来就想对我动手。周燕忍了这么多天，这一下可再也忍不住了，她冲上前去，一把抓住赵莎，就是2记耳光，边打边骂：“叫你污蔑我姐！”陈米渊一家人看见赵莎被打，哪里还能忍得住？他们一窝蜂地冲上去围攻周燕，可周燕就像个战神一样，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他们全都被打得东倒西歪，爽翻了，真是彻底爽翻了。后续，陈米渊报了警，妄图把我和周燕抓起来。我反手拿出他在各种场合污蔑、造谣的证据，结果他反倒被抓了进去。因为案件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很快就移送执法机构审理了。开庭前，赵莎还在不知疲倦地找我，哀求我出具谅解书。妹妹，求求你了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为了对我进行道德绑架，他甚至在人来人往的地方给我跪下。可惜啊，只要我没有道德，就没人能绑架得了我。你们当初造谣，害得我被停职，还想让我嫁给你侄儿的时候，可没这副态度。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你们只是害怕。丢下这么一句话，我带着周燕霸气地离开了。很快，执法机构审理完毕，陈米渊因侮辱诽谤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期间，那个煤气罐也来找过我，被周燕直接插了出去。他再也不敢来找我，只能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陈米渊一家人身上。更搞笑的是，801的房子压根就不是陈米渊的。他们一家听说附近有个高档小区，住的都是有钱人，费尽心思才租到这里的房子，就是为了多占点便宜。可惜他们偏偏遇上了我，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啊！他们很快就被房东赶了出去，还因为赔偿问题被提起了民事诉讼。他们的名声也彻底臭了，工作全都丢了。他们不敢回老家，因为侄儿逢人就说，因为他们自己失去了一个白富美媳妇，看见他们一次就打一次。从此，他们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，不知去向何方。姐，以后要是再有这样的事，一定得叫上我。到了开学的时间，周燕还意犹未尽地跟我道别。一定，我笑着答应了周燕，毕竟我啊，面对这种事，这种人可一点都忍不了。